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美国故事栏目由高邦地产公司总裁、建筑商胡秀平、Shirley Hu 冠名播出。电话425-443-5668。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他是美国华人联合会的理事，也是 JC 研究与咨询公司的总裁，常进先生，欢迎常先参加我们的节目。小袁好，各位听众好。今天我们是可以说是久仰啊，可能以前有机会打过一个照面，但是没有谈过啊。然后呢，我们就是请了常总好多次，就终于逮到机会请您上我们的节目。对，谢谢你的这个邀请啊，很高兴在这能够跟大家听众们在这个空中见面。是的，因为我们虽然说疫情有大幅度的下降，但是我们大多数的节目还是采用了疫情前的措施，就是通过 Zoom 来参加。所以呢，我们今天还是通过 Zoom 不见面的，就是说没有in person 的就是采访，但是呢在通过这个技术的手段，我们能够在广播直播，然后呢 YouTube 上也能见到我们的视频啊。那我就根据那个常总就是在 YouTube 上的一些简历，简单的介绍一下常总。就是常总早年是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跟就是旧金山大学，然后90年代中期是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商学院，之后在多家公司做那个经理，做咨询师，然后呢自己也创立了一些公司啊。那么您也在一家中文的媒体工作过7年多啊，这也很有意思。那之后呢一直在自己创办的这家研究跟咨询公司工作啊。还有什么可以补充的？这是主要的简历是吗？对，我在这个投资公司喜马拉雅资本，也是喜马拉雅资本的这个执行对 Managing Director 很好。因为现在您那个做的事情就是正好都很热门，就是现在您在做投资，然后呢很多人其实对投资还是很关心的，因为今年总的来说股市也不好，然后像可能黄金啊债券反而在上升，然后就是您对大家就是做投资有没有什么建议？总的来说在这种世道下面说实在的话呢，真是没有什么很好的建议啊，因为我们做的这个方式呢，跟一般的这种投资方式不太一样啊。我们是做的一个叫价值投资。那价值投资的做法的话呢，跟传统的大家所理解的这个投资方法呢，在股市上买卖股票这种投资方法呢是也不太一样的。那价值投资的话呢，它有几个很重要的这个概念啊。第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呢，就是我们在做投资的时候呢，我们是以一个这个股东的这个公司的所有者的这个角度去看问题的，去做这个投资的判断的。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对这个市场的认知呢，跟大家对市场的认知也不太一样的。很多人呢，他把这个市场的这个波动啊，他认为这个是个风险。为什么呢？因为你买进去了以后，这个股价往上涨，往下跌，对吧？涨了大家很开心，赚到钱了；跌的话呢，大家很悲伤，这个亏钱了。那这个短期的这种股市波动的话呢，我们不认为它是一种风险。那我们认为这个市场呢，它实际上是我们叫这个市场先生他并不能够准确的告诉你呢，这个
你投资的公司呢，它到底值多少钱啊？它这个公司的这个价值到底值多少呢？是由公司本身的营运结果来决定的，而不是由市场来决定的。市场它可以去反映这个公司的价值，但是它是一种间接的反应啊。它呢，市场这个价格的制定的话呢，更多的有这种市场的这种情绪的因素在里头啊，所以它有这个很大的价格波动呢，是因为很多的时候都是因为这个情绪造成的啊。就是我们叫这个市场先生，他是一个有情绪的，像我们每个人一样的有恐惧，有这个有这个贪婪，对吧？有愤怒的时候，有这个悲伤的时候，也有高兴的时候，也有这个乐观的时候，也有这个悲观的时候，对吧？他的情绪是很不稳定的啊，这是我们第二个概念。第三个概念的话呢，就是我们在投资的时候呢，我们认为呢，你要买入一家公司的这个股票的话呢，你首先要知道它这个公司的这个真实的价值是多少，然后呢，我们希望呢在这个价格上面有一个相对于它这个价值上有一个比较大的折扣。那我们通过这个折扣呢，买入这个公司的股票的话呢，我们就会比较安全，所以我们把这个折扣呢叫安全边际啊，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那最后一个概念的话呢，就是我们做投资的时候呢，我们需要知道自己能投什么，不能投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能够对什么东西呢理解的比较好，什么东西理解的不好。那我们这个叫做能力圈啊，你一定要在你的能力圈之内呢去投你懂的东西呢，不能够去投你不懂的东西你只要投了自己不懂的东西呢，那你基本上就是在赌博了。所以我们价值投资的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做法呢，就是希望能够把投资呢变成真正的就是投资，而不是一种赌博，不是在市场上这个快速的交易去赌别人会不会会不会有下一家去用更高的价格去买你的这个股票了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做法跟一般的人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你们做不做天使投资或者 A 轮 B 轮的投资？我们不做这方面的投资，我们就是还是在市场上的是吧？对，我们完全是在这个市场上做的这个就是公开市场上的这个股票的这个交易。但是呢，因为我们是长期持有，所以我们买入了以后呢，一般都会是长期持有所以一般我们这个在市场上英文上叫这种long only equity fund 挺好。我们还是问一些大家，首先问一些就是大家关心的话题因为前段时间你也非常积极的参与这个美国华人联合会就 UCA 的一些活动，包括他们的远送春晚还有这边的一个就是纪念这个排华法案136年在西雅图实施的136年，在全美国应该是140周年是吧？然后当然这个周年之际就是有这种活动，当然是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然后就是我们很想知道您在 UCA 作为理事，然后你的一个初衷是什么？就是非常关心这个华人参政议政还是怎么样？就是能不能跟我分享一下您这个做这些就是做这个联合会的一个理事的一个初衷是什么？初衷的话呢，也是希望呢，我们华人呢能够提高我们在这个美国的社会地位，能够去保护我们的这个利益那尤其是为我们这个下一代吧，创造一个更好的、良好的这个社会环境了因为我们都是这个90年代的时候吧，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个来到美国留学到美国，然后在美国定居下来的。那这个当然开始的时候跟大家都有相同的这个经历我们都是在来做留学生，然后呢从一个比较低的这个起点吧，在这社会里头都是在餐馆里头打工在为了这个谋生这个一步一步的这么做起来的。那么在这个社会里头的话呢，我们原来呢可能是这个一个过客吧，慢慢的就是把这里当做家了以后呢
可能在社会的这个底层吧，慢慢的这个一步一步的往上这个努力拼搏从一个这个社会的这个比较边缘性的人物吧，那成为这个社会能够为社会做出一些贡献的在这个工作上在这个职业上有一些成就，在生活上呢也有一些的这个成就吧。那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希望呢就是能够更进一步的去融入到美国社会里头为这个社会，那第一个是为这个社会能够做出一些这个自己能够做的这种所谓的贡献吧。另外一方面呢，也希望增加我们华人在这个社会的影响，还有我们这个社会地位因为大家都注意到尤其是这几年这个美中关系恶化了以后的话呢，对我们华人这个社会的地位的这个影响呢也是非常大的那我们UCA 呢，它是一个组织呢，它是强调的就是这个 civil engagement 我觉得 civil engagement 这个东西呢它不光是我们要参政议政，它是包括我们华人呢应该对这个美国社会全方位的一个认同和参与包括我们这个对社区的这个参与就是不光是我们华人这个小的社区了包括我们在当地的这个主流的这个社区里头我们能够怎么样积极的去发挥作用为我们的华人的利益呢这个就是寻求这种更好的保护，对吧？为我们的生存空间嘛为我们的后一代呢这个提供一个更好的这种环境应对这种社会里头对我们各种各样的不公正的或者是有偏见的这种看法歧视给我们的这个形成的各种各样的所谓的这个社会里的这个隔阂和天花板吧这个是我觉得就是我加入 UCA 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了。那您加入之后就是参加的这些工作就是您觉得是符合您就是加入时候的初衷的吗？是我觉得这个 UCA 的话呢，它跟一般的这个华人的社区组织还不太一样的地方，这句话就是 UCA 的这个组织的话呢，它是全国各地各个这个华人社区里头比较活跃的这些社区的这些活跃人士吧有些我们也可以说是这个社区领袖吧他们这个组织起来的这么一个组织了他呢很多的人呢都是就是我们这种留学生来到美国留下来的这种在这里工作生活的这种背景，大家就有比较相同的背景，而且也有很大的一个包容性我在 UCA 里头看到大家不管是什么样的这种观点有的在政治上有比较保守的，有比较这个liberal 的，对吧？比较都有在那个人群里头呢，我们有来台湾有台湾来到美国的这种留学生留下来做学者，这个比较在事业上很成功的这些，也有从香港来到美国在这个也是留在这里留下来以后成为一个比较这种扎根于美国的社会的这样的这种人士吧。我就是各种各样的人我都遇到，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个 UCA 呢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包容性，而且它没有一个政治斗争在里头不是说大家很多人进入到 UCA 里头就是为了自己的个人的一些利益有些很多我们大家在社区里头看到的各种各样的这种不太好的现象大家比如说什么组织里头内部的各种各样的斗争权斗然后这个拉杆子分裂什么的这些东西我在UCA 里头都没有看到。我觉得就是都是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在一起就是为了社会为我们华人的利益做上一些事情，所以这个也是它吸引我我愿意这个投身在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真的很棒因为我们今天还在报道一条新闻，就是美国那个这个联邦调查局还有中央情报局就是正在考虑修改对那个中国的那个中国的一个行动方案，就是叫中国计划，对吧？China Initiative。然后那我
早先就听说过一些在致力于做这方面的工作，然后如果美国政府取消这个中国计划的话，UCA 有没有 credit？这个当然是UCA 在里头做的是很多的工作的了。我想这个事件的话呢，应该是我们整个华人社区不光是包括华人社区，我们也得到了很多这个 AAPI 其他组织的这种支持啊。整个这个 AAPI 的这个少数族裔的这个社区的话呢，一个很伟大的一个胜利在这个过程里头，其实不光是 AAPI， 我们其实也得到了这个犹太人的组织，包括还有黑人组织的这些支持了。这个事情的话呢，就是 UCA 当然是其中幕后的一个这个很重要的推动者。我本人嘛没有特别就是这个比较多的参与到这个活动里头来因为我个人的这个在 UCA 里头负责的主要还是fundraising 这一块，就是我们筹款这一块的工作。所以呢，推动这个就是推动这个华人权益保护这一块的工作呢，不是我的一个重点，但是我对这个中间的过程呢还是非常的熟悉的就是这个里头UCA 包括我们去支持这些受到这个不公待遇的这些这个华人的这些科学家华人的这些教授们还有就是在国会里头去推动国会议员对这个事情进行这个进行质疑对于司法部呢，我们去参与到司法部的一些这个听证一些这个过程里头去这是对于 UCA 是做了大量的工作。我想 UCA 是可以 take credit 的当然这个不光是 UCA 的工作了，是很多组织和这个个人这种无私的这种投入大家一起努力所得到的一个结果。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请常进先生来分享他的经历。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生生有情。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你想获得一张图书卡，用于免费借阅、下载或在线阅读书籍、收听音乐、观看电影和电视节目吗？请从申请中文图书卡开始，并通过 www.spl.org/zh www.spl.org/zh 在线查找有关使用西雅图公共图书馆的其他信息。华盛顿州生态环境管理署希望您对于在西雅图的 Clean Earth Burlington Georgetown 设施的环境清理工作提供评论。生态署提议发放允许进行该工作的许可，从而推进清理工作。在3月11日前审阅，并对于许可草稿和公众参与计划草稿提出评论。请前往 ecology.wa.gov/Burlington East Fourth， 请记住是 ecology.wa.gov/Burlington East 4th。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
2197321。欢迎回到我们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通过 Zoom 请到了常进先生啊。那常先生呢，他是喜马拉雅资本的，就是经理是吧？Managing Director 啊。然后呢，他也是执行总监吧？执行总监，对对对对，对，应该是这么说，对 ，Managing Director 啊。然后他也是自己的一家叫 JC， 那个研究和咨询公司的总裁。然后呢，他还有一些社会的职务，就是包括我们刚刚在讨论的，就是美国华人联合会的理事啊。那么，就是我们知道你早年从北京大学就是在北京大学上学啊，然后到了美国来留学。那您还记得当时的情况吗？就是您当时到美国来留学，然后跟现在的您也提到也可能也去餐馆打过工，然后就是现在当然跟当时肯定是差别很大了。然后能跟我们介绍一些就是您到美国之后的一些酸甜苦辣的一些经历吗？好。在这个之前的话呢，我先这个就是讲3个人呢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UCA 的就是会长叫做薛海培先生还有一位呢是我们 UCA 的荣誉理事长他是创会的理事长，叫做这个现在也是我们的理事，叫白先胜先生。那还有一位呢叫我们现任的理事长叫蔡金良先生。这3位先生呢，对于这个在华人的这个权益保护上面呢，是做了大量的工作大家这个可能在新闻上也可以看到一些他们的这个对于他们的这个工作的一些报道了。当然，还有就是我们 UCA 本地我们西雅图还有一个 UCA 的这个分部在这个为这个华人的这个权益上面也是做了很多的工作，包括就是这个您小袁刚才说的，就是我们这个西雅图就是纪念这个反华的这个周年纪念的这个游行也都是有这个UC 在华盛顿这个分部呢牵头搞的这个活动这个我就想给他们这个表示一个致敬吧，从我个人来说。对，很好，对的。然后呢，我就是从当年我来到美国留学的这个情况和到现在这个留学生情况，它的这个差别还是很大的。当年我们来到美国的话呢，实际上就是一穷二白，啥都没有。我们因为这个国家当年中国还是比较贫穷的这么一个国家，刚刚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以后的话呢，实际上还是处在一个社会还在一个变化的这个过程里头各个方面都还是比较落后的当年比如说我们很多的留学生来到美国都有这么一个经历可能小袁也有这么一个经历吧都是口袋里只有50块钱100美元。因为我到美国来直接去读博士，还是拿了奖学金，所以这事件还没碰到。对，那你算是个比较幸运的。但是好像来到美国的时候拿的奖学金，在没拿上奖学金之前，国家可能也就是给100块钱美元带到美国来的，是吧？是吧？可能对。所以大家很多人都没有钱了，而且都必须要这个打工，自己打工来这个生活费嘛。有些我也拿到奖学金了，但是只拿了半奖，所以另外一半的话呢，还是要靠自己去筹措了。一方面就是通过借钱的方式借贷款，另外一方面就是自己去打工去挣钱了。那今天呢，很多留学生来到美国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幸福的，就是我觉得是。这个中国改革开放这40年呢，确实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的变化很多的留学生呢，他的家庭都相对来说比较富足能够付得起这个来美国的这种这种各种成本吧学费能够过得比较好一些的这个生活这也是我个人非常羡慕的
嗯，所以您就靠打工，然后当然后来也是用比较通用的词，就是靠个人的拼搏滴打滚爬，然后就从哥伦比亚大学的商学院毕业了，是吧？那个确实也是一个，我觉得是一种运气吧，人生的一种运气。当年因为我大学毕业以后呢，实际上那是90年代初92年的时候，92年93年那个美国的这个经济还不是特别好那个时候呢，其实大学毕业以后出来找工作还蛮难的，尤其是我学物理的吧，学这个物理和电子工程。那后来没办法呢，就是在硅谷，那时候我因为在旧金山大学毕业嘛，学校也不是特别好，所以呢就在硅谷去找工作，找到一个工作呢就是卖电脑，卖这个记忆体，然后呢做了1年，那时候呢我在卖这个过程里头对商业呢产生了兴趣，我就说读物理的话呢我是没前途了因为在那时候做爱因斯坦年龄太大了，而且还要读那么多年博士，所以肯定是不太可能实现这个梦想了。我就说那去读商吧，读商的话呢就要找一个比较好的商学院，所以呢我当时就去申请了哥伦比亚大学申请了4所大学，但是很幸运的话呢被哥伦比亚大学给录取了所以能够进到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的这个读 MBA 的这个 program 这是当时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读这个 MBA 的华人还是非常少的，因为我记得我在学校里头的话呢，我们大概所有的华人加在一起本地的加上香港、台湾来的，加上大陆来的，不超过12个人吧。大陆去的人的话呢，可能我觉得加上我可能也就5、6个人，5、6个学生所以当时呢，可能我们相对来说就申请进入这个比较好的商学院的机会会更高一点吧，所以我觉得还是非常幸运的你很谦虚然后就是您商学院就 MBA 毕业之后，就是这个工作还是比较顺利的，就是事业就相当于就起飞了，是吗？是，真是这样子的，就是确确实实从哥大商学院毕业拿到这个 MBA 的牌子呢，确实是一个找工作的这个金牌吧当时我对就是管理比较感兴趣因为虽然说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呢，它以这个就是 finance 金融这个方面的课程呢是最强的而且它靠着华尔街很近，但那时候我对金融的这个行业呢有一些个人的偏见这种偏见呢就是留在国内，因为受的这个教育觉得搞金融的人都是搞投机的人所以呢就是我还是更喜欢去做管理所以我当时就去找了这个管理顾问的工作但是很运气也非常好，当时被当时这个美国非常有名的一家管理顾问公司叫做 Monitor Company 中文叫这个叫博德吧，可能Monitor他是这个哈佛大学的教授，叫做 Michael Porter 先生就是竞争武力的这个这个发明人吧，他呢这个作为创办人之一创办的这么一个顾问公司了所以也是非常幸运的能够加入到这么一个这应该在这个全球呢能够排名到前4位的这么一个这个战略性的管理顾问公司嘛然后就之后就自己创业了，是吧？对，因为我当时还是就是这个加入这家公司以后呢，他派我到香港去工作，所以我在香港工作了2年多吧。然后后来因为我结婚了，太太呢是在在旧金山那边住，她生孩子了，我就要求回美国了。回美国了以后，在这个顾问公司里工作，发现呢，就是我们在就是在这个海外吧，回到美国工作的这个顾问的话呢，实际上是有很大的劣势的因为我们这个在这个美国的这个顾问公司里头呢，还是有一个这个天花板
就你要去做的比较好，你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呢，你才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所以后来我就决定呢，就是自己出来创业了那时候因为正好遇到这个互联网高潮的时候就是90年代末所以我创了一家的互联网的公司，是在硅谷那边在那个三藩市硅谷那边。对这个公司做了大概2年左右的时间。2001年的时候呢，整个互联网市场就崩溃掉了。崩溃掉了以后，我这个公司也很难去筹到钱所以后来就把这个公司就卖给了这个纽约的一家这个媒体公司就是它叫多维媒体。这个网站它现在还存在的，但是呢管理层都已经换掉了那我加入他这家媒体公司做了大概5年的时间，一直做到2006年那也算是个创业的经历吧。因为这个公司呢，我加入的时候是7个人，那后来我离开的时候大概是70个人左右吧。也算是我一个创业经历了。对，所以是多维就是怎么说，就是收购了您创办的那一家互联网公司是吗？然后您就在多维里面担任那个管理。可以这么说吧。这个收购呢，实际上是他当时的创办人叫何平他的多维创办人。他呢邀请我加入多维，但是我为了给我的投资人们做一个交代吧，就要求他同时把我这个快要关闭的公司给一并收购了，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对，实际上是为了给我的投资人做一个交代，而不是为我被他们收购过去的，是我叫带兵入伍。是，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对，这个多维我一直都在关注，所以今天很高兴见到幕后的一个主要人物。是，也是当年的一个我们的这个创业的一个经历吧。希望能够去建立一个这个专业的公立的这么一个公正的专业公正的这么一个媒体机构了华人自己的媒体机构是为这个理想也拼搏了5年的时间。是很好。好，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请常进先生分享他的经历。Sound Transit 正在举办免费社区活动，讨论未来的连接 West Seattle 和 Ballard Link 扩建计划。快来了解西雅图市中心第4大道和第5大道的潜在路线和车站位置选择，并分享您对在社区中扩展轻轨的想法。现场有翻译，请于3月17日星期4下午12点至7点到西雅图401 South Jackson Street 的 Union Station 亲自加入我们，或者在3月24日星期4下午5点30分至7点30分通过 Zoom 参加。面对面的开放日可能根据州和地方 COVID-19 的社交疏离指导方针而做调整，如因故不能举行现场活动，则将改为虚拟活动，具体时间可能会有所不同。请访问 wsblink.participate.online/ 或致电206-903-7229注册，或者了解更多信息。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昨天喝过的汽水瓶，用完的酱油瓶，今天洗净、擦干，将空瓶回收。明天孩子拥有更美的地球，给予我们的孩子一个永续的明天。Waste Management 鼓励你我正确回收。10 seconds。美国故事栏目由高邦地产公司总裁、建筑商胡秀平、肖立户冠名播出，电话425-443-5668。欢迎回到我们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
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通过 Zoom 请到喜马拉雅资本的叫那个 Managing Director 是还是叫执行主管对吧？执行总监，执行总监执行总监。实际上我也是一个非营利组织的一个 Managing Director， 但是基本上不提这个事情。然后就是其实非常非常高兴，非常荣幸有这样的机会，像我们这个商界成功人士啊，就是吉颖常健先生能够来请教，然后呢听你的分享。就是刚刚我们的广告里面也有一段，就是那个 Sun Transit 他们在征询那个意见，就是轻轨扩展计划的意见。然后呢我们也听说这些我们华人社区有些领袖，包括您刚刚前一段时间提到的，就是我们本地的 UCA 华州 UCA 的一些成员，他们对这个他们的扩展计划很有一些看法，因为可能会就是这种建设可能会把中国城给不断的往边缘推啊，就是以前中国城是在海边的，然后为了造码头就把他们往里面推，那后来为了造2个球场，就是一个是海鹰队，一个是那个水手队。然后再往中国城现在中国城推，然后后来又造了公交车站，然后又要造地铁的车站，因为原来的地铁车站已经有，但是呢扩建计划的话，它要增加很多的路线，增加路线的话就要又要占用地方，这样子的话可能又会把中国城的一些那个面积啊或者什么东西就是要缩小。然后呢其实我还是很钦佩，就是我们这些包括常进先生在内的这些UCA 的成员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华人社区的一些领袖，他们能够为我们华人社区发声，就是能够这个发声能够发到什么程度，但是我还不知道。当然如果大家都能团结起来了，把这个声音发出去的话，不知道能不能起到作用。我不知道常燕有没有听到这个事情。我因为这个来西雅图的时间不长啊，因为我这个前一段大概有10年多的时间吧，都是在南加州那边。对，所以我是19年呢，我们全家才搬过来。搬过来了以后的话呢，就正好遇到了 COVID，所以呢，基本上就是被关在家里头，哪儿都去不了，跟大家伙一样的。所以我到现在为止呢，对这个西雅图呢，还是有点这个就是出了门就摸不回家的那种感觉啊。对，但是就是我也在努力的在这个学习和了解啊，希望能够能够认识更多的朋友了啊。当然加入到 UCA 的这个当地的这个组织里头来，就是有这么多的这个朋友们，有这么多的这个兄弟姐妹们这让我感到非常的这个温馨啊，就像回到家里一样。那对于当地的这些情况呢，我还不是特别的了解，但是呢你讲的这种情况肯定是对我们华人的这个一个权益的这种损害吧。我觉得这个作为一个少数主义最大的问题啊，最悲哀的也是在于说呢，我们常常被主流忽略，因为我们是少数，我们是少数主义，我们是少数派，而且呢华人呢往往是那个不发声的那一派，对吧？在这个社会里头，美国这个社会里头，谁的声音大谁就能够得到大家的关注。所以他就是说，会哭的孩子才能吃到奶的确在这个社会里头是有这么一个现象在里头的。如果我们不为自己的利益去发声，不为自己去努力，我们只是等着别人来这个照顾我们的利益，那你是等不到的。在美国这个社会，它是个民主社会最后是选票在讲话。政治人物呢，他愿不愿意代表你的利益，是因为看你能不能给他带来选票。
如果我们华人永远就是只是在社会里头做一个努力的这个努力工作的这么一个公民一个所谓的这个模范公民什么事儿都不吭声不说话，对社区呢也不会努力的参与都只是各少自家的这个血的话呢，那么等我们肯定是我们的利益会是这个在这个社会里排到最后的所有的我们这个事情的话呢，最后都会是我们是一个这个损失的这个承担者。所以我想就是大家团结起来共同为我们的利益发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是为什么 UCA 呢希望它在这个本地的社会能够也扮演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团结大家的这么一个角色。讲得很好那我也知道您有一个就是家庭的一个慈善基金就是以您和您夫人名字命名的一个基恩的谢人枪charitable family charitable fund 是吧？然后你们就是想要就是以个人的名义做一些公益的事情是吗？对，是，就是因为这个我们这个生活上就是事业上面有一些成功吧这个生活上的一些基本的需求也就这个都能够满足。那么我们也在想怎么样子能够社会做更多的事情这个前一阵子我的这个朋友了，也是我在喜马拉雅资本的老板李路先生呢，他创办了和一些这个亚裔的这个领袖们吧，一起创办了一个叫做美国亚裔基金会的Asian American Foundation TAAF 他们呢号召呢就是大家一起来捐款呢，来支持这个亚裔族群的社区的这个慈善事业。为什么呢？因为在美国整个的这个亚裔族群我们在这个美国的占比和我们这个得到的这个慈善的基金呢是完全不成比例的。所以这个他们希望呢能够通过这种方式的话呢，能够带入更多的这个慈善基金慈善的这种捐款能够用到亚裔的社区的这个慈善事业上面。所以我们就响应他们的号召呢，也成立了一个我们自己家里的这么一个家庭的这么一个慈善基金了。那我们这个慈善基金的话呢会完全专注于这个 AAPI 的一些这个慈善的这种项目当然有相当一部分的话呢，我们会用在UCA 的一个就是社区基金里头我们希望把这个社区基金以后能够发展成一个社区基金会这个社区基金呢，那么它的目标是为了我们的这个华人的这个社区呢社区组织的一些这个慈善项目提供一些比较方便便利的这些这个天使的投资吧，天使的这种资助了我们叫做 micro fund 小规模的500块钱到这个5000块钱几百块钱几千块钱这种规模能够把就是让更多的这些社区组织他们有一些比较好的这些项目呢能够得到一些支持，得到 UCA 的一个支持是想起到这么一个作用。所以为了这个呢，我们也愿意投入，然后未来的20年投入每年我们这个计划投入5万美元来支持这个项目。好。您刚刚提到的这个美国亚裔基金会的这个它是公开就是接受申请吗？还是定期有什么申请的一个时间？还是任何时间都可以申请？我想应该是任何时间都可以申请的吧。对，它可能每一年呢都有不同的这个就是项目是吗？项目方向叫 priority 像今年的话我知道他们去年的这个主要方向是去这个就是去这个用在这个反亚裔仇恨罪这些方面的这种
项目上啊。对。那今年是怎么样呢？我还不太了解，因为他们这个组织现在还是很新嘛，它很多东西可能还不够成熟完善，还在完善的这个过程里头啊。但是可能大家也很快可以看到新闻，他们会把这个他们的这个就是这种给这个 grant 的这些程序啊、规则呀，都会发布出来的啊。大家也可以上他们的网站上去看啊。对。虽然比较敏感，我知道那个李璐是前6·4的领袖，然后现在好像6·4的那帮人在纽约想要筹备一个6·4纪念馆，我不知道这个基金会会不会向这个纪念馆捐款。我想是不会的。对。那我们今天就是时间很快就到我们节目的尾声了。今天我非常高兴请到常静先生做客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美国故事栏目。那在节目的最后，常先给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点成功的秘诀好吗？我想这个所谓成功吧，可能是这个3分是要靠自己的努力的，还有3分的话呢是靠我们的运气的，还有3分呢是靠我们的这个贵人的，很多人来这个社会里头帮助我们。但是呢，怎么样子能够得到这些帮助呢？是我们要首先能够愿意去帮助别人很多东西都是这样子，就是我们这个我说 goodwill 吧我们这个都是这个善缘吧都是积累起来的。还有1分是什么？我说你讲了3个3分，还差1分。3分还有一分呢，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家庭的支持。家人的支持，没有家人的支持的话呢，我们也很难有一个很好的成功了。对，所以这个方面我也是非常感谢我的太太，她不光是在生活上给我很大的照顾，在事业上，包括在我们的这个慈善的事业上面，都给了很大的这个支持我觉得是非常的感谢她。好，就是男士的话找一个好太太很重要，女士的话找一个好先生很重要，是吧？是，这是咱们华人讲的话，这个有一个好的家庭就是有一个好的大后方，那这是我们一个成功的最基本的一个保障。好，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常静先生到我们节目美国故事节目来分享您个人的经历，然后也感谢您为社区所做的贡献。那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谢谢常先谢谢小袁，感谢你的这个邀请谢谢各位听众感谢你们花时间来听我们在这儿聊天谢谢大家。好，谢谢。好，再见。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